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感悟人生的宽度，分享智慧的高度。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的是，有故事的人才能看懂阿德勒的8句话。年轻一代最经常问的问题之一是，有哪些人生经验或智慧，越早知晓越好？我们渴望从他人的经历中提前洞察风险，减少前人已经承受的痛苦，以及避免走已经走过的弯路。然而，人们也陷入一种怪圈，即便知道有个坑，如果不亲自跌入其中并经历坑的痛苦，很难相信前人的忠告是正确的。大多数生活智慧都不是被轻易接受的，而是在亲身经历中领悟的。因此，当我们年轻且经验有限时，阅读深刻的书籍可能也无法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在阿德勒100句人生革命中，集结了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所涵盖的各个研究领域的智慧，包括自卑、勇气、人际关系、人生价值等等。如果你曾怀疑过自己是否杰出，曾在人海中感到孤独，或曾被他人的评论困扰，再次审视阿德勒的8句智慧，必定会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情感。1. 不需要强迫自己改变，只要学会从不同角度发现自己的亮点就好。那些渴望改善生活的人常常专注于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错误地认为只有变成更好的版本，才能拥有更美好的生活。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自己身上的独特之处才是真正让他们熠熠生辉的关键。要记住，接纳自己的优点和特质，与改善个人弱点并不矛盾。实际上，这种平衡不仅使我们更完整，还让我们的个性和独特之处得以绽放。2. 我们不能期待别人随时体察我们的情绪，沉默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就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并非每个人都具备察觉甚至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因为每个人的共情程度各不相同。此外，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识别沉默所传达的信息。这种默契通常只存在于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在面临困难时会倾向于强调自己的坚强，抑制求助的愿望，将其视为一种所谓的坚强。阿德勒提出，我们不应该期望别人会主动地提供帮助，而是应该毫不犹豫地发出真诚而清晰的求救信号。只有通过友好主动的沟通方式，我们才能在人际交往中赢得尊重，并在需要时得到帮助。3. 阿德勒说，我们对一个人的最高要求和荣誉就是在工作中是一个好员工，在朋友中是一个好伙伴，在爱情和婚姻中是一个好伴侣。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角色，以此来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感到迷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清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回顾我们身边的失败者和不幸者，如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或问题少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重要人际关系的缺失。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社会集体以及社会整体的贡献时，我们才会走上积极和正面的道路。在工作中，认真负责、积极合作，是我们应该要求自己做到的最基本的事情。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和宽容也是至关重要的品质。在家庭中，尊重伴侣、忠诚负责更是我们需要努力实践的核心价值。这些并不容易，但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人的基础。
也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4. 优越情节是自卑情节的产物。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强，看起来比别人优秀的人，其实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往往我们认为自觉低人一等是自卑的体现，然而不断竭力让自己看似比别人更卓越，即便这并非我们关心的领域，同样也是某种自卑的表现。越是生活平凡的人，越渴望获得优越感。看起来很强，其实是一种虚伪的必须超越他人感觉，这也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自卑情感。自卑并不可怕，人类的成长往往伴随着自卑感和逐渐克服它的过程。然而，如果我们陷入虚荣、虚伪、伪装的负面世界，不断努力维持一个强大的假象，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变得坚强而有真实力量。5. 如果生命中没有敌人，那意味着我们时刻都得顺应他人，结果会让自己筋疲力尽。每个人都渴望被赞美、被接纳、被喜欢，但永远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在10个人中，如果有2个人喜欢你，已经算是不易。至于其他人的看法，可以不太放在心上。重要的是，要珍惜那2个完全接受你的人，而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在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身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喜欢每个人，所以别人也有权不喜欢你。被一些人不喜欢，反而代表着我们过着真实自我的生活。要活出真正的自己，就要拥有面对被讨厌的可能性的勇气。6.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除了努力沟通，别无他法。而那些认为对方无法沟通的人，其实一开始就没有沟通的意愿。沟通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仿佛2种观念，说着说着就通了。然而，实际中沟通却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有时反复尝试却依然难以达成共识，最终才会发现对方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想要进行沟通。阿德勒认为，人们做某事的动机和意愿主导着他们的情绪，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举个例子，当一个人愿意去做某事时，他可以克服一些困难。相反，如果他不愿意去做，就会不断找借口来拒绝这件事。无法进行有效沟通的人，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想要与他人进行对话的愿望，他们只是不断地寻找借口，以阻碍沟通的进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沟通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双方的态度。正如俗话所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他自己愿意醒来。7. 教育孩子有如操控汽车的刹车，我们应该慎重使用，只在必要时才轻踩，以免损害他们之前的努力。阿德勒心理学中强调的亲子教育并非单纯奖励或纵容孩子的一切行为，相反，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刹车的角色。孩子天生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刹车的作用是保护，而非限制。习惯性的视孩子为弱者，持有年纪小、不懂事，这太危险，不要去做的观念，过于干涉孩子的每个细节，或强加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的看法，实际上会扼杀孩子的思维发展和行动能力。在教育孩子时，父母应该充当守护者的角色，积极亲密地与孩子沟通，这样孩子才能在成长过程中培养自己的谋生能力和社交技巧。8. 成长无需承担他人的负担，也无需寻求他人的认可。将自身问题与他人问题分离，是通向幸福生活的关键。山本耀司曾说，
自我是看不见的，需要不断的与其他事物碰撞，然后反弹回来，才能认识自己。不断碰撞的过程，既是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是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过程。关系的痛苦大多源自于承受了太多本应属于他人的问题。当儿女长大未婚时，父母会承受巨大压力，并将这种压力传递给子女。他们为了虚构的未来破坏了当下的关系。是否结婚，以及与谁结婚，是子女的问题，与父母无关。父母如何看待子女的选择，是父母的问题，与子女无关。所有让你困扰的问题，都需要仔细分析，究竟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因为你不经意地背负了他人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干预他人的问题，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护、陪伴和支持。阿德勒的学生岸见一郎曾用上坡和下坡来比喻人生。骑自行车爬坡非常费力，但当我们登上山顶时，就会看到美丽的风景。借助风力和惯性下坡，人也会感到清新爽快。人生也是如此。年轻时，我们拼命踩油门，同时肩负梦想、目标、野心和焦虑。当人到中年，如果能够卸下肩上的重担，用平和和宽容的心态看待人生百态，就会享受到无尽美好的风景。您是否已经领悟了上述阿德勒的8点智慧？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观看我们的内容。如果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了新的见解或具体的价值，我们热切期望您能点击下方的点赞与订阅按钮，这不仅是对我们最直接的支持，还将为我们提供机会与您共同深入探讨这些有趣且富有意义的话题。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与您相遇。